楊洋33歲剛賺喜訊就遇挫，金晨全程見證變化，這場娛樂圈風波誰能笑到最後？楊洋又翻車了。大男主劇剛開機，場面一度堪比春晚，粉絲100萬應援砸下去，結果換來一地雞毛，你敢信？說好的頂流逆襲，怎麼就變成全網吐槽的鬧劇現場？這出喜劇開局，誰能想到走向會這麼魔幻？先別急着感慨命運多舛，這一幕要擱在2年前，誰信？楊洋當年紅得發紫，從《紅樓夢》裡的賈寶玉，到微微一笑很傾城的蕭奈，再到你是我的榮耀於途，他靠神顏一路封神。那時候什麼叫天選偶像？他就是活招牌，可偏偏這張臉成了他的遮羞布，也成了他的枷鎖。其實大家都懂，一直演男神也不是個事。我的人間煙火裡宋焰那波，全網嘲他油膩端王，睡覺都得繃着下頜線。這畫面誰看不出他用力過猛，想維持完美形象，反而丟了演員的鬆弛感。說白了，就是被自己困住了。直到後來的《凡人修仙傳》，他終於褪去濾鏡，穿粗布衣，弱化帥氣，不再端着偶像包袱。即使還有點表演痕跡，但網友都說看得出他在努力去油。所以這次 S 家大古裝權謀劇不讓江山官宣，他終於等來了命運的轉折點。大男主李治從草根逆襲梟雄，這種角色跨度、硬核成長線，不正是楊洋翻身的絕佳機會？粉絲們早就憋壞了，為了撐場子，把橫店搞成了楊洋痛城，139米雙層花牆，巨幅 LED 屏，秦王宮門口掛滿巨型角色畫像，那牌面直接衝進內娛應援史冊。結果呢？本該風風光光的開機儀式上，主角楊洋卻手纏繃帶出現，說是進組前意外骨折，可網友沒買賬，帶傷上陣還沒來得及心疼，新爭議又冒出來，站位問題炸鍋，一番男主存在感竟然不如男二翟子路。更離譜的是，女主周潔瓊居然排在第4位，這番位操作直接惹毛粉圈。你以為這就結束了嗎？劇情才剛開始。最抓馬的是劇本魔改，有粉絲扒出簽約時明明寫的是大男主本子，結果開機後主線全跑偏，李治智謀和高光戲份被分給男二、男三，不讓江山台詞都移給配角，就連原著頭200章沒戲份的男二也被強行加戲，還安排賣腐橋段，說好的權謀爽文變成群像扯皮。再看妝造也是槽點拉滿，男主服飾簡陋粗糙，被質疑有意醜化，就差把你別想帥回去的話寫臉上。一邊是頂流被糊弄造型，一邊是配角精緻出場，這雙標操作讓人忍不住懷疑，這是想捧新人還是故意整活？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更精彩的來了，一個曾經玩過黑梗、模仿楊洋角色的網紅厚本，被曝空降進組飾演女主丫鬟，這種公然挑釁的行為直接點燃粉圈怒火，大量抵制聲浪直衝熱搜。雖然第2天傳出厚本被除名，但官方遲遲未證實。同一天，楊洋和劇組各自發聲明，總算勉強把輿論壓住，卻也讓這場鬧劇越描越黑。此時此刻，全網觀眾都快看傻了，本來盼着頂流洗白，如今卻現場大型翻車秀。從粉絲100萬應援到集體維權，只隔了一夜功夫。更諷刺的是，這一切恰好發生在他事業轉型最關鍵的時候。所有人都以為金晨和楊洋只是合作關係，其實兩人淵源遠超外界想象。一個軍藝校草，一個北舞校花，《你是我的榮耀》裡就有對手戲，《凡人修仙傳》更是第2次搭檔。當時金晨因造型、人設也挨罵，兩人算是同病相憐。這些年，兩個人都是被網絡輿論撕扯過的人，所以更懂彼此的不易。可惜啊，就在觀眾以為楊洋熬出了頭的時候，他又栽了一跤。這背後的辛酸，有幾個人能看見？記得有人問他低谷期怎麼挺過來的，他沉默半天，只淡淡說：“
有段時間大家不是很喜歡我對角色表達，所以我盡量減少露面，輕描淡寫一句，其實多少委屈都藏在心底。說到底，那些嘲諷、標籤、爭議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只不過一直咬牙抗着。這次他本想靠不讓江山徹底翻身，但男主家權謀梟雄，是妥妥的去游關鍵戰。可惜理想豐滿，現實骨感骨折，帶傷只是序曲，番位混亂，劇本魔改，妝造雙標，網紅挑釁，每一樣拎出來都是膿瘡，都足夠把頂流濾鏡砸碎。從沉澱自省到鼓起勇氣重啟，再到突如其來的風波襲擊，說句老實話，看得茶水間老記者都替他唏噓。娛樂圈這個名利場，從來只認實力和運氣，沒有絕對公平，也沒有永遠順遂。楊洋從巔峰神顏到油膩爭議，再到主動轉型努力翻身，好不容易露出希望曙光，又迎頭撞上新的泥沼，這宿命感是不是有點太荒誕？最後還是得回到那個開機現場，橫店燈火璀璨，人聲鼎沸，可台上的楊洋手纏繃帶，眼底憔悴，無數鎂光燈下，是33歲男人默默咬牙堅持的背影。他想改變，也真的拼命付出了，只是娛樂圈從不給任何人喘息時間。一場喜劇變鬧劇，是大環境裹挾，也是個人宿命試煉。希望這場風波快點過去吧，讓那個願意慢下來打磨角色，不再端着假面逼人，有機會贏一次真正屬於自己的掌聲。